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好像没特别努力，却能突然发一笔横财？可能是一张买着玩的彩券中了奖，也可能是听了个内线消息，股票狠狠赚了一波。看到这些，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觉得，哇，这人运气真好？如果换作是你自己意外得到一笔钱，你可能也会在心里暗爽，觉得这是我本来就该得的，是我运气爆棚。对，这就是我们一般人的直觉。但在这理所当然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深，甚至有点令人不安的真相。这是一个绝大多数人这辈子都没有认真思考过的事。而这件事一旦你真正听进去，真正理解了，你对待金钱的方式恐怕会从这一刻开始彻底不一样。因为这件事的另一面是一条你绝对不想踩到的警示线。你看，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人用一生的时间踏踏实实的工作，正当经营，他们的钱可能来得不快，但到老了心安理得，每天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另一种人呢，总想着走捷径，动点小手脚，短短时间内，钱就像海浪一样涌进来。他们以为自己赢了，以为老天爷没看见，却不知道那一笔一笔不属于他的钱，就像是一张看不见的账单，正在某个角落安静地累积着高昂的利息。等到结算的那天到来，往往是一场你我根本无法承受的崩塌。你的横财究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还是透支未来的账单？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来把这件事一次看透。佛家常说一句话，叫做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一分一厘，皆是福报。这句话听起来很玄，对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不信。有些人甚至会反驳说，我每天早出晚归，辛辛苦苦跑业务，做生意赚来的钱，是我自己流汗拼来的，凭什么说是前定的？对，你说的完全没错，那的确是你努力得来的。但在佛教的底层逻辑里，这背后有一个更宏大的运作系统，叫做福业相应。这四个字非常有意思，它的意思是，一个人在这辈子所能接收到的总财富，跟他过去，不管是这辈子还是上一辈子所累积的善业与福德，是严格对应的。佛法里有一个字叫做痴，它是贪、嗔、痴这三毒里面最根本的那一个。很多人以为痴就是愚笨，就是智商不高，其实完全不是。痴指的是对事物真实面目的无知，是对因果法则的无知，是对我们以为侥幸其实早有定数这件事的无知。如果一笔钱根本就不在你的福报账户里，你没有存过那笔钱，可是你却机关算尽，用骗的，用抢的，用各种不见光的手法把它弄到手了，你以为你赚到了吗？这就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你不是赚到了，你是在透支。你强行取走一笔不属于你的钱，就等于在透支你未来的命运资粮。最可怕的是，这种透支不是1比1偿还的，那本看不见的账本可是会算利息的。那个利息就是你为了弄到这笔钱所动用的贪念，所做出的恶业。等你原本的福报提早花光了，账户见底了，接下来的生命里就会开始以各种形式呈现出严重的匮乏。可能是你的事业突然跌落谷底，可能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离散，也可能是本来顺顺利利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卡住。很多人到了这个时候会哭天喊地，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是不是犯太岁，却从来不知道那是因为你的账单结算日到了。说到这里，我想邀请你，现在就在这支影片的下方留言区打上这8个字，愿我福报如法得财。这不只是一句祈愿，这更是一个提醒，提醒你自己，从今天，从这一刻开始，你和金钱之间的关系值得被重新想清楚，
不要去羡慕别人突然暴富，更不要去碰那些不属于你的钱，因为历史上无数血淋淋的例子都在告诉我们，那些非法取来的不义之财付出的代价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沉重太多太多了。说到把这本无形存折透支到极致，最后迎来恐怖结算的人，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真实案例，只要读过清朝历史，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字，他就是和珅。后世对他的评价很多，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官员，也有人说他是最成功的贪官。但今天我们不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他，我们要从因果与业力的角度来拆解这个人，去问一个很犀利的问题，他的财富究竟是命里本来就有的，还是他从国家的府库里，从无数百姓的血汗里硬生生抢来的？要看懂和珅的结局，我们得先看看他的开场。其实和珅并不是什么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贵公子，他3岁的时候母亲难产过世，到了9岁，父亲也撒手人寰，一夜之间他和弟弟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命运给了他一个非常残酷的开局，但他天资聪颖，记忆力惊人，什么学问都是一学就会。22岁那年，他进了宫，当了一个小小的侍卫，每天在皇帝身边打转，领着死薪水，前途看起来不怎么光明，但转折往往来得毫无预兆。有一次，乾隆皇帝出巡，半路上接到一份奏报，说有重犯逃跑了。乾隆一听非常生气，随口背了一句《论语》里的话，意思是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是谁的过错？这是在责问跟随的官员，出了这么大的差错，谁该负责？当时全场鸦雀无声，那些大官们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没人敢接话。就在这个时候，站在队伍里那个年轻的侍卫和珅不慌不忙地开口了，他精准地接住了皇帝的话，回了一句点守者不得辞其责，意思是负责看守的人难辞其咎。这句话接得太漂亮了，不卑不亢，既说清了责任归属，又没让皇帝难堪。乾隆抬起眼，深深地看了这个年轻人一眼，就是这一眼开启了和珅那跌破众人眼镜的升官之路。从那之后，和珅的权力像吹气球一样膨胀，最鼎盛的时候，他一个人同时兼任了20多个重要的官职，军机处的要务，各省的奏折，甚至连皇帝的私房钱全部都要经过他的手。钱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往他口袋里流。和珅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从来不粗暴地伸手要钱，他把腐败做成了一门人情往来的艺术。下属送礼，他笑着收下，然后帮人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大型的工程建设，他层层剥皮，每一道手续都要留下油水。他营造出一个巨大的共犯结构，让所有人都觉得只要跟着和大人，大家都有好处拿。到了乾隆晚年，和珅到底多有钱，连他自己都数不清了。他在北京的豪宅里面的雕梁画栋，甚至比紫禁城还要精细。但问题来了，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他合法的薪水加上皇帝的赏赐，连这些财富的零头都不到，剩下的全部都是从老百姓缴的税里扒出来的，是从修河防洪的工程款里节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有它的来处，每一分钱都沾着别人的血汗。在佛法的眼光里，这每一分钱都是一笔清清楚楚的负债。乾隆皇帝活着的时候，和珅以为自己找到了一座永远不会倒的靠山，他以为自己掌控了一切，以为钱可以买来永久的安全感。可是时间从来不偏袒任何人。嘉庆4年，太上皇乾隆驾崩，和珅站在大殿外，听到里面的哭声，他心里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仅仅在乾隆驾崩后的第5天，隐忍了多年的嘉庆皇帝立刻下旨将和珅革职下狱。那个横行了20年的权臣，在一道圣旨之下轰然倒塌。随后的抄家震惊了整个朝廷。清单上列出来的黄金、白银、古玩、田庄、房产，数字大到让人头皮发麻。民间当时流传一句话：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据估算，和珅一个人的家产相当于当时清朝10几年的国库总收入。一个人攥着整个国家10几年都花不完的钱，这有多疯狂？最后，嘉庆皇帝赐了和珅一条白绫，让他在狱中自尽。和珅入狱的那几天，留下了一首绝笔诗，里面有2句话是这样写的：50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50年的岁月，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梦幻。公元1799年，49岁的和珅在那条白绫前松开了他那双攥过无数金银财宝的手。他带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他以为他把钱存进了自己的金库，但他不知道，或者说他一直不愿意去相信的是，那一笔笔非法得来的财富，其实是记在另一本叫做业力的账本上。那本账本一笔一笔地记下了他的欠债，记下了利息，也记下了偿还的时间。他从来不会丢失，也永远不会被销毁。很多人听完和珅的故事，心里可能会想，哎呀，那是因为他太贪了啦。我又不一样，我只是偶尔走个小捷径，稍微占点小便宜，不会像他那么严重的。如果你也有这个念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支影片最核心、最痛的真相。刚才我们讲了和珅的故事，很多人的第一个念头可能是，那是因为他贪得无厌，才会落得那种下场。我又不一样，我只不过是偶尔钻点小漏洞，稍微占点小便宜，哪有那么严重？如果你心里也闪过这个念头，那么请你一定要专心听接下来的这段话，因为这个念头就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核心。佛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花报。什么是花报？它跟我们常听到的果报不一样。果报是那颗业力种子最后结出来的果实，可能要等到下一辈子才会完全成熟。但是花报是开花，是在果实结出来之前，你这辈子现在立刻就会看到的征兆。非法取财，或者是靠着欺骗、算计得来的不义之财，它的现实花报往往来得非常快，非常现实。我们来看看现代人的真实生活情境。想象一个场景，有一个业务员为了达到每个月的业绩目标，为了拿到那一笔高额的业绩奖金，他选择对客户说谎。他隐瞒了产品的瑕疵，夸大了效果，用尽各种话术，甚至半哄半骗，把合约给签了下来，钱确实进了他的户头。那个月他拿了公司的业绩冠军，请同事吃大餐，买了名牌包，表面上风光无限，但你如果仔细去观察他的私生活，你会发现他开始睡不踏实了。手机一响，他心里就揪了一下，生怕是客户打来客诉。看到公司主管皱眉头，他就怀疑是不是自己动的手脚败露了。这笔钱他花得提心吊胆。我们再举个例子，在股市里，有些人整天到处打听内线消息，甚至用一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手段去操弄行情，跟风炒作。某一次，他真的让他赌中了一把，短时间内赚到了别人要努力10年的财富。那一刻，他以为他赢过了这个世界。可是接下来呢，他的胃口被彻底撑大了，再也看不上那些慢慢存钱、稳稳赚的投资方式。他的心态变得极度焦虑，每天死死盯着荧幕，情绪跟着红绿数字剧烈起伏，赢了还想赢更多，输了就想借钱一把拗回来，到最后往往是一次大跌，
不仅把之前赚的全部吐回去，还倒欠了一屁股债，甚至拖累了整个家庭。这就是佛陀在《增一阿含经》里讲过的道理。佛陀说，用不善的方法得来的财物，不能让人真正富足，只会让人内心动荡，与痛苦相伴。为什么说动荡？为什么与苦相伴？因为这些钱本质上是一种错位，那笔财富根本不在你这辈子的福报账户里，你强行把它领出来，就等于向宇宙借了一笔利息最高的高利贷。这笔高利贷最先吃掉的不是你的钱，而是你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它会吃掉你的安全感，吃掉你对别人的信任，吃掉你的身心健康。你发现了吗？那种我赚到了的爽快感，往往维持不了几天，就会被一种说不清楚的惶恐给取代。为了填补这种惶恐，你只能去抓取更多的钱，更多的权利，试图让自己觉得安全。这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那么多靠诈骗、靠掏空公司赚钱的人，他们明明已经很有钱了，却还是停不下来，每天活在恐惧里。这背后最深、最致命的代价，佛学里把它形容为心性的污染。心性的污染就像是一杯清水滴进了一滴墨汁，起初看起来不明显，但那滴墨会扩散，会渗透，最终让整杯水都变了颜色。贪念也是这样，第一次动了非分之财的念头，你可能还有挣扎，还有良心不安。第二次挣扎少了一点，第三次你开始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大家都这样做。到了第10次，你已经完全不觉得那是一件需要反省的事了。当一颗心整天只剩下算计、防范、恐惧和贪夺，它的频率就已经跟福报彻底背道而驰了。因为福报的流动需要的是一颗开放的、善意的、光明的心。当你把心性污染到这种程度，福报的大门实际上就已经被你自己悄悄地关上了。钱或许还会来，但来了也会去，留不住，守不住，甚至最后毁在自己手里。这就是不义之财真正可怕的地方。它毁掉的不是你的银行数字，而是你感受幸福的能力。讲了这么多不义之财的可怕代价，很多人心里一定会有个疑问，难道佛教就是叫我们不要赚钱吗？难道追求财富就是贪婪吗？绝对不是。这是一个很多人对佛教的巨大误解。佛陀从来不是一个反对大家拥有财富的老师，相反地，在很多经典里面，佛陀非常赞叹那些透过正当方式赚钱，并且懂得善用财富的人。我们来讲2个非常经典的佛教故事，你听完就会完全明白，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密码。第一个故事记载在《善生经》里。有一天，佛陀遇到了一个名叫善生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个富家子弟，但他不知道该怎么管理家里的财产。你猜佛陀是怎么教他的？佛陀没有叫他把钱全部捐出来，也没有叫他去深山里吃素打坐。佛陀竟然教他做理财规划。佛陀告诉善生，一个在家生活的普通人赚到了钱，应该把钱分成4个部分。第一份，用来应付日常生活的开销，好好照顾父母、妻子和小孩，让家人过上安稳的日子。第2份和第3份要用来投资、做生意，或者是买农具、买种子，让财富能够继续增长。而最后的第4份要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或者是用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各位，你听听看，这可是2500多年前的理财观念啊！放到今天来看，是不是依然非常现代、非常精准？佛陀非常清楚地画了一条线，叫做如法。如法求财，如法使用，如法分享。只要你是用不伤害别人、不欺骗、不强取豪夺的方式，正正当当去赚钱，这在佛教里叫做正命，
是八正道之一，你赚得越多，佛陀越为你高兴。但是同样是赚钱，同样是合法，为什么有些人的钱留得住，有些人的钱却像流水一样，转眼就空了呢？这就要讲到我们的第二个故事。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位非常有权势的国王，叫做阿失世王。有一次，国王为了展现自己的财力，也为了在百姓面前做足面子，他买了几万斤的灯油，点燃了成千上万盏的油灯来供养佛陀。整个夜晚，皇宫内外灯火通明，非常壮观。而在这个国家的角落里，有一个名叫难陀的贫穷乞丐老太太。她看到国王点灯，心里非常感动，也想供养佛陀。可是她身无分文，于是她去乞讨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要到了一枚小小的铜钱，买了一点点的灯油，点亮了一盏只有豆粒般大小的油灯。老太太把这盏小灯放在国王那几万盏华丽的油灯旁边，双手合十，在心里默默发愿：我今生贫穷，只能用这盏小灯供养佛陀，愿这盏灯的光明能破除我心中的无明，让我未来也有能力去帮助更多受苦的人。到了下半夜，忽然刮起了一阵罕见的狂风，国王点的那成千上万盏油灯被狂风一吹，全部都熄灭了。唯独只有一盏灯，就是那位贫穷老太太点的小油灯，不管风怎么吹，它依然明亮，火光连晃都没有晃一下。国王看傻了，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佛陀的大弟子木头莲想用衣袖把这盏灯扑灭，却怎么也扑不灭。这时候佛陀说话了。佛陀说：别白费力气了，这盏灯就算用4大海的水来浇，也是浇不灭的。因为点燃这盏灯的人，他的心里没有丝毫的傲慢与私心，只有最纯净的发心与慈悲。这个故事叫做贫女一灯，它告诉我们一个关于财富最震撼的底层逻辑：动机的纯净才是最强大的保护伞。回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里，两个人都在努力工作赚钱，手段也都是合法的。第一个人，他拼命加班，是为了让爸妈老了有钱看医生，是为了让孩子能好好念书，他是带着一份对家庭的责任，对社会的贡献在劳动。这种赚钱的动机叫做善业，他赚来的每一分钱都带着光，都能让他的福报越来越深厚。第二个人，他同样拼命赚钱，但他心里满满的都是嫉妒，他看不起身边的人，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开名车去亲戚面前炫耀，要把曾经看扁他的人踩在脚底下。这种赚钱的动机，哪怕完全合法，他的心性也已经被污染了。他的心里充满了贪婪与怨恨，这就是一种内耗。他的财富或许会增加，但他的福报却在不知不觉中流失。所以，想要改变你的财富磁场，第一步不是去换工作，也不是去求神拜佛，而是安静下来，去检视一下你的起心动念。你追求财富的背后，藏着的是一份爱与责任，还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弄懂了这一点，你才真正拿到了开启福报大门的钥匙。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哇，这道理太深了。那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慢慢把自己的福报给养厚，让财富自然而然地流向我呢？其实，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是要你每天坐在佛堂里敲木鱼，真正的修行就藏在你每天的起心动念，藏在你为人处事的细节里。今天我为大家整理了4个养福微行动，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立刻就能在生活里去实践的具体步骤。只要你愿意试着去做，你会发现你和金钱之间的关系正在悄悄改变。第一个微行动，
练习戒除贪小便宜的直觉。这件事听起来很小，对不对？去超商多拿几包免费的酱包，去买菜硬要老板送把葱，或者是拿公司里的文具回家用，这算什么大恶吗？当然不算。但你知道它背后的心态是什么吗？每一次你贪小便宜，你其实都在对宇宙，也是对你自己的潜意识发出一个强烈的讯号：我很缺乏，我不够，所以我必须占点别人的便宜。这就是一种匮乏感的训练。长期下来，你的心性就被调频到了匮乏的频道，福报怎么可能进得来？所以从今天起，练习一个小动作。当你又想拿不属于你的小东西时，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拥有的已经足够了，这个我不需要。放开那双想抓取的手，就是打开福报大门的第一步。第二个微行动，开始做随喜的说话练习。什么叫随喜？这是一句佛学名词，意思是看见别人得到好处，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这其实非常违反人性，对吧？我们看到同事升职加薪，看到朋友买了新车，心里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酸溜溜的，甚至会偷偷嫉妒。但嫉妒是最消耗福报的机器，因为嫉妒的意思就是我不希望你好。当你散发出这种抗拒美好事物的能量，财富的好运自然也会避开你。所以下次当你听到别人的好消息时，就算你心里还有一点点酸，也请你练习开口对他说一句：哇，真为你高兴，你一定付出了很多努力，你值得这一切。当你发自内心的去赞美，去随喜别人，你其实就是在把别人的好运借接到你自己的生命里，这是一种极度强大的正向磁场。第三个微行动，把钱花在刀口上的惜福。很多人以为佛教叫人惜福，就是要我们过得苦哈哈的，什么都不能买，完全错了。佛法告诉我们，财富本来就是无常的，只是暂时在你这里流过。既然如此，我们更应该用心对待自己所拥有的每一分钱。下次当你想买一个昂贵的东西时，停下来问自己3秒钟，我买这个东西是真的需要它，喜欢它，还是只是为了买去向别人炫耀，为了撑面子？如果是为了攀比，为了面子去花费，那不叫享受财富，那叫加速消耗福报。惜福意味着不浪费，不轻贱，不炫耀，用感恩的心去使用你的金钱，这本身就是对福报的一种最高尊重。而这种尊重会让更多的钱心甘情愿地流向你。第4个微行动，睡前3分钟的关心清理。我们每天出门在外，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可能会生气，会抱怨，会对人不耐烦。这些负面的情绪都会在我们的业力账本上留下小小的污点。所以我邀请你每天晚上睡觉前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回顾一下今天发生的人事物。如果有遇到让你生气的人，在心里默默对他说：我原谅你，我也放过我自己。如果有遇到帮助过你的人，哪怕只是帮你按电梯的陌生人，在心里默默对他说一声谢谢。最后摸着自己的心口，告诉自己，今天一整天我都尽力了，我很感恩我现在拥有的一切。这3分钟的关心，就像是每天帮你的心灵洗一次澡，不把今天的怨气带到明天，不让内心的空洞继续扩大。当你的心变得清澈干净了，福报自然就会像阳光一样照进你的生命里。改变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奇迹，而是在这一个又一个微小的选择里，你选择了不贪，选择了随喜，选择了惜福，选择了感恩。就是在这些细微的地方，你和财富之间的关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彻底重塑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也接近尾声了。一开始我们问，你的横财
究竟从哪里来？现在我相信你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这世界上其实没有人在监视你，但是这宇宙间有一套极度精密的因果法则，在忠实地记录着一切。佛法讲因果，讲业力，从来都不是为了恐吓我们。相反地，它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果的精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此刻所做的每一个善的选择都不会白费。每一次你克制住贪念，每一次你选择诚实，每一次你发自内心的布施与微笑，都是在你的无形存折里存入一笔真实的福德资粮。那笔资粮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安静地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时机，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或许是财富，或许是健康，或许是贵人，温柔地回到你的生命里。所以影片的最后，我想轻轻地问你一个问题：今天在你生命的哪一个角落，你有没有紧紧握着一笔你内心深处其实知道那并不属于你的东西？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一个不该占的位置，也可能是对某个人的控制欲。你不用回答我，但请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认真地问问自己，因为那个答案才是决定你未来人生与财富磁场真正的起点。如果你觉得紧紧抓着让你活得很累很恐惧，那么试着慢慢把手松开吧。当你放开那双充满执念的手，你其实是为自己打开了一个更大的通道，让真正属于你的福报能够自然而然地流进来。今天我想邀请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做一件美好的事。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这几句话：愿我福报日增，如法得财，惜福护心，善缘广结。或者你也可以留下一句对家人、对世界，甚至对陌生人的祝福与祈愿。不要小看这一个简单的打字动作，当我们几万人、几十万人都在这个留言区里留下善言，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极度强大的正向磁场。你在这里留下的每一句祝福，本身就是一次最纯净的布施。如果今天这支影片对你的内心有一点点的触动，或者帮你解开了一些金钱上的焦虑，欢迎你按下喜欢，把它分享给你真正在乎的人。也欢迎你随喜订阅我们的频道，你的支持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愿你从今往后心安理得，福报满盈。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